Hello， 各位家长和教育工作者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N 亲子书房练习曲频道里的每周正念单元。来，现在请先跟着我，满满的深呼吸一口气，把紧绷的肩膀放松下来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充满安全感、非常疗愈的反思空间。我是你们的解说向导。今天我们将透过这趟特别的解析旅程，带大家一起探索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真正滋养孩子，同时也照顾到我们自己的内在自我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。回想一下，你是不是也常常不自觉地对孩子脱口而出：“哇，你今天好棒，考100分，真的好聪明哦。”或者是“你今天很乖，很听话耶。”但是你有仔细观察过孩子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神吗？我们是不是之所以开口赞美，到底是为了他们展现出来的那种完美结果，还是我们真的真切地看见了他们内在付出的努力呢？我想请大家先在留言区写下你脑中浮现的第一个想法，不管答案是什么都没有关系，我们就一起来做个小小的思想实验吧。今天这趟解析旅程呢，我们会走过6个部分：1. 赞美的矛盾；2. 反思传统赞美；3. 正念欣赏的转变；4. 超好用的 Open 框架；5. 拥抱不完美的沟通，以及最后的第6点，专属每周练习。请记得一定要跟着我们走到最后哦，在那里有对你非常有帮助的温柔提醒，还有这周的实作练习等着大家。准备好了吗？首先进入第一部分，赞美的矛盾。让我们一起来解构我们每天挂在嘴边的那些话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每天对孩子说的话，其实蕴含着超乎想象的能量。我们常常觉得对孩子说一句"你真的很聪明"是一种给予力量的无条件鼓励。可是呢，阿德勒心理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观点。他说，赞美本质上是一种上对下的评价。大家听懂这个意思了吗？这其实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在对一个无能力的人打分数。当我们给出这种赞美时，往往悄悄隐藏了一种想要控制他们未来行为的意图。那句潜台词就像在说：嘿，你下次也要继续考100分，我才会继续肯定你哦。这句看似甜美的鼓励，很有可能正是造成孩子内心隐形焦虑的源头。顺着这个次序，我们来到第2部分，反思传统赞美，来聊聊这背后隐藏的焦虑，以及孩子内心的心理变化。当我们大人习惯带着一副法官滤镜，高高在上的坐在裁判席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名叫乖巧或优秀的尺来帮孩子打分数的时候，孩子其实会产生3个很深远的心理影响。首先，他们会出现奖赏依赖。简单来说，他们会觉得自己的价值完全是由大人给的那个好棒棒印章来决定的。为了不断拿到这个印章，第2步，他们就变得非常害怕失败。最后，最让人心疼的是，他们会失去内在动机。他们再也不敢去挑战困难的事了，因为万一搞砸了，达不到大人的标准，他们生怕会失去父母那份有条件的爱。这份恐惧真的会慢慢吃掉他们探索世界的勇气。既然传统的评价会带来这么大的焦虑，我们就需要一次疗愈的思维大翻转。这就是我们的第3部分，正念欣赏的转变。让我们一起寻找平等的生命连结。传统赞美是上对下看重结果的，而正念欣赏呢，则是平等的看重过程的。想象一下这个日常崩溃情境，孩子忘了把口袋里那一整坨卫生纸拿出来，就直接把裤子丢进洗衣机，哇，结果整件裤子沾满了白纸屑。从结果来看，这绝对是个大灾难，对吧？传统赞美这时候完全派不上用场，我们甚至可能忍不住气炸了。但如果你试着切换到正念欣赏的视角，父母看见的会是孩子发现闯祸后，他没有逃跑装死，反而是默默拿着胶带，一点一点主动在那边粘纸屑清理的负责能量。我们看见的不再是那个糟糕的灾难，而是孩子正在努力学习负责的过程。听起来很美好，但具体该怎么做呢？接着进入第4部分 ，Open 框架，一个超级实用的日常对话工具。为了让大家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不用烧脑想台词，我们把正念的态度具体化成这个 Open 框架。它可以帮父母绕过大脑里那套自动打分数的旧系统。OPEN 这4个字母不仅好记，更代表着我们要对孩子敞开心胸、如实接纳的开放姿态。这套工具能让我们真正蹲下来，跟孩子的心灵平起平坐。来，我们一步一步拆解给大家看。第1步是 O，Observe， 观察。请把你想象成一台纯粹的数位相机，客观地拍下孩子的行为，不加任何主观的批判。
只要你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注意到你，或者是我看到你，非常神奇哦，我们大脑那种上对下的评价机制瞬间就会被中断，你不再是那个挑剔的法官，而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观察者。第二步是 P，process 过程。在这个阶段，请你把最后的输赢、分数的高低，通通先抛到脑后，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孩子付出的心力上。举个例子，你可以温和地说：我注意到刚才那题数学真的很难，而你在书桌前花了半个小时重新算了3遍。你甚至不用说他算对还算错，光是如实的看见并说出他们挣扎的过程，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极大极安定的力量。第三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，energy 能量，这可以说是整个框架的灵魂所在哦。我们不再轻易给孩子贴上好孩子这种肤浅的标签，而是去细细感受，然后指认出孩子此刻散发出来的生命力。接续刚才数学题的例子，你可以接着说：我看到你身上有一股不轻言放弃的坚持跟韧性。当你精准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孩子内在的某个小角落就被你点亮了。最后一步是 N，Nexus 连结，这是我们建立平等横向关系的秘密武器。你可以很坦诚地跟孩子分享你真实的感受，例如说，看到你这么努力解开题目的样子，妈妈心里真的觉得好感动，你这份坚持温暖了我的心。这不是上对下的赏赐哦，这是一种灵魂对灵魂、心对心的真诚交流。这会让孩子深深感受到，原来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能为别人带来温暖。我们来实际套用一个情境看看，当孩子把手上的玩具让给正在大哭的妹妹时，如果你用传统赞美说：哇，你真是个好哥哥，孩子未来可能会为了死守这个头衔，不断压抑自己的委屈。但如果我们换成 open 框架，你可以温柔地说：我看到你把玩具给了妹妹，谢谢你展现这么体贴的温柔能量，这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。你看，这短短几句话，不但看见了善意，也没让孩子背上沉重的标签包袱，爱就在你们之间自由地流动了。来到第5部分，拥抱不完美的沟通，觉得讲起来舌头打结卡卡的，完全正常啦。听到这里，很多人心里可能会冒出一个声音：天哪，这听起来很棒，但我实际开口一定会疯狂结巴，超级尴尬。别怕别怕，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 conscious incompetence， 翻译过来就是有意识的笨拙。这就是我想送给大家的一颗定心丸。这种卡卡的感觉绝对不是你搞砸了，相反地，这是你的大脑正在积极盖新马路，努力拆除旧有上对下高墙的强力证明。给自己多一点耐心，这种笨拙正是成长的开始。那万一我们真的不小心破功，又溜出了传统赞美，该怎么办呢？请永远记得，教养从来就不需要完美。我们有2招超好用的正面修复技巧。第一招是当下现场修正，你可以很大方的跟孩子说：哎呀，抱歉呢，妈妈刚刚说错了，我其实是想欣赏你的负责任啦。第二招是事后回溯欣赏。亲子对话是没有保存期限的哦，就算到了晚上睡前，你还是可以温柔地重新提起这件事。每一次的修复，反而都会让你们的心靠得更近。终于，我们来到了第6部分，您的专属每周练习。只要一点点微小的行动，就能带来巨大的改变。就像一开始答应大家的，你这周的练习超级简单，就是寻找生活中的 O。这周，当你看到孩子表现很好的时候，请先在心里稍微停顿个3秒钟，忍住那句想脱口而出的“你好棒”，试着只用 O， 也就是观察描述，当做开场白，最后再加上一个真诚的 N， 平等的感谢。比如说，我看到你吃完饭自己把碗收好了，谢谢你愿意帮忙。不用逼自己一定要完美套用整个框架，只要跨出这小小的一步，就已经超级棒了。解析来到尾声，我想邀请大家回想我们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：现在的你会怎么改写对孩子的肯定呢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的体悟，也请温柔地原谅自己在练习过程中的那些不完美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单元，请温柔地按下订阅，加入我们 N 亲子书房练习曲的行列吧。当我们把眼光从冰冷的结果移动到孩子温热的生命力上时，你们之间流动的就会是纯粹的看见与无条件的爱。
下一次开口前，你会选择给予评价还是给予连结呢？我们下周见喽。